我出差1个月，帮公司带回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订单5000万。出差回来后，发现公司搬空了。我急忙打开公司群，想要发消息的时候，系统却提示你已不在群内。我连忙打电话给经理，电话接通后，经理的声音传来：陈寻，你因为连续没打卡，已经被公司开除。我是在外面出差跑业务，我不需要打卡。之前不需要，我来了以后就需要。你违反公司规定，按照规矩，你被开除了。经理说完，砰的一声就挂断了电话。我看着手机屏幕发呆，忍不住呢喃了声：现在公司没了，我带来的5000万大单找谁签啊？想着，我很快就给老板去了一个电话。因为我在公司的业绩一直都不错，在公司里我一直处于放养状态，基本上算是远程上班吧。电话接通后，我很快喊道：老板，公司搬家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不告诉我？另外，我怎么无缘无故就被公司开除了？我自问和老板关系还不错，现在公司能发展壮大成现在的规模，绝对有我一份功劳。老板听了我的话，立即说道：这是吴经理做的决定，我没办法干涉。我听到这话，原本还算热切的一颗心顿时凉了半截。我知道老板这么说了，肯定也是同意将我开除的。我忍不住冷笑出声：老板，你确定要将我开除吗？陈寻，我知道你为公司奉献很多，但公司也没亏待你，是不是？这几年也让你拿了不少提成吧？我不就是半年没出业绩吗？可我都和老板说了，再跟一个大单子需要付出很多时间和心血，这半年来我胃都要喝出血了，可却换来这样一个结果。现在公司要壮大发展，不可能让你一直躺在功劳本上吃牢饭，你说是不是？公司要发展要往前走，就必须得按照规矩办事。陈寻，你也不要怪我，我最多再给你5000块钱补偿。5000块，我呵呵一笑。你别嫌少，我这是人道主义补偿。现在公司开除你是合情合理，你就算是闹到劳动局都没用。另外，真要追究起来，这些年来你在外面是干活还是摸鱼偷懒，你心里清楚。公司给你发了不少底薪，要追究起来，你还得还回来。不少底薪，每个月2000的底薪，5年10万块钱，很多出差的费用都是我自己垫付出来的。我都没有找他们报销，现在给我追究起底薪来。好，我认了。你不认也没用，陈寻，咱们好聚好散。你这尊大佛，我们公司供不起了。老板爽朗笑着，掩饰不住内心的得意，想着自己这些年来为公司的付出，喝酒喝到吐都是常有的事情。整个部门的人几乎都是我一个人养活的，到后来整个厂子几乎都靠着我的单子活着，可结果自己就被这样抛弃了。挂了电话，吴经理的电话不多时又打了过来。陈寻，真没想到你还有脸去找老板告状，你这样的硕鼠被开除，简直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还梦想老板会保住你。当初我提开除你，所有同事都举双手同意。你看，这是投票的结果。吴经理发给了我一张截图，是群里的。原来他们早就在群里对我进行表决过了，整个大群几百号人全部同意将我开除，没有人反对。这倒是让我没想到，看来大家都觉得我拿着高工资在外面浑水摸鱼，而他们在公司里累死累活，只有我一个人在外面潇洒快活。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就不要自找无趣了。还有你，不要以为公司离了你就不转了。实话告诉你，老板那边早就和高峰集团合作了，过2天就要签单了。高峰集团不是我刚谈下的合同吗？只是现在还没签约。不过高峰集团什么时候绕过我和老板直接签约了？正当我还想说什么，吴经理冷哼了声，直接挂断了电话。我试探性给高峰集团负责我这个项目的王辉发去了消息：王总，合同的事情。消息刚发出去，王总那边就回了消息：陈老弟，我们这边就等你消息，你回去协商好后，我立马过来和你签合同。放心好了，我现在就认你，不认别人。这个合同我只和你签。听到王辉的声音，我忍不住松口气。当下我也没有任何耽搁，我之前所在的公司本身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技术壁垒，就是做一些代工产品，没有自己的核心产品和技术。这种活说白了，别人也可以做。这种厂子想要存活下来，很大程度是要靠销售部门来支撑。除此之外，就是凭借产品质量留下一批老客户。我在这家厂子里5年内看着厂子从一个小作坊一步一步做起来，到现在整体已经几百上千万号了，规模也不算大，但也不算很小。既然我带回来的单子他们不要，那我就只好找别的厂子合作。这一行有单子就不缺代工的厂子。我很快联系了一家厂子，这家厂子还是我之前所在的公司的对头。我来到他们厂子，直接就表达了自己的来意。我选择他们是因为他们的代工技术和质量都不比我所在的厂子差。对方听到我的来意后，脸上明显带着警惕之色。我简单的解释了一番，并且拿出我被上家公司开除的证明后，他才相信我。他笑着和我说道：陈寻，对于你这样的人才，他们不要，我要。这样，我给你年薪50万，你来我们这儿上班。我盯着他，稍微想了一下，上班就算了，不过这单要是成了，
分成比例得按照合作模式来。遭遇上家公司的下场后，我也看透了一些东西。我在外面拼死拼活，他们以为我在逍遥快活，在我的努力之下，老板住豪宅开豪车，却还觉得我拿的那点提成高了。这家公司的老板倒是也没有勉强我，爽快的和我签下了一份分成模式的合同。我告诉这家公司的老板，2天之后和高峰集团正式签约。好。他笑得嘴巴都合不拢了。做完这一切，我回到家里打算好好休息。这段时间为了跟这个单子，我是吃不好睡不好。这半年来，我过着根本不是人的过日子。为了见对方老总，我在公司门口就蹲守了1个月。后来帮着对方公司老总打下手，干活喝酒，该做的事情不该做的事情我都做了。在我的艰辛努力之下，才拿下这单合同。洗漱之后，我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也不知道睡了多久。我的手机突然响了，一直在我耳边嗡嗡响个不停。我起床后发现天已经黑了，时间来到晚上8点。我看着来电显示，发现是我前老板刘波打来的。稍微犹豫几秒，我按下了接听键。刘波的声音从对面传来：“陈寻，我给你来电话是想和你解释一下，白天的事情完全是误会。”我听到误会2个字，忍不住笑了。刘总，什么误会？白天的时候，吴经理说开除你，是他和你开玩笑的，你千万别当真。我已经当真了，咱们就好聚好散，别闹得不愉快。我说完这话，直接挂断了电话。我们这个圈子本身不大，一有点风吹草动，大家都能收到消息。更不用说，我现在已经和刘波的死对头公司合作，他收到消息，我丝毫不意外。不出意外，他也和高峰集团那边联系了。高峰集团王辉估计也没有给他好脸色，他才找到我。电话不多时又打了过来。陈寻，你先不要着急挂电话，你听听我的条件。好，你说。从公司成立到现在，你一直都是公司的元老，公司能发展到今天这一步，你可以说功不可没呀。刘波开始和我打感情牌，可在我看来是异常可笑的。刘总，你说一些我不知道的。刘波那边声音消失几秒。不然这样，我已经在你住的地方楼下，你下来我们咖啡馆面对面聊。讲了一下，我下了楼，看到刘波靠在他的保时捷旁边，见到我后，他脸上浮现着笑容，只是这笑容在此时的我看来却有些虚伪。到了咖啡馆，我要了一份咖啡。刘波这次明显是有备而来，他从包内拿出了一份合同和一叠钱。陈寻，这是我们公司合伙人的合同，只要你签字，往后我们公司就有你一份了。另外，这10万是我给你的一些补偿。我将合同打开，简单的扫了一眼合同的内容，就将合同还给了他。刘总，合同和补偿就算了，我现在不是你们公司的人了。陈寻，这真是误会，吴经理搞错了。没搞错吧？你看看，这是你们投票的结果，几百人全部同意将我开除，这应该没有假吧？我将吴经理发给我的截图放大给刘波看了，刘波脸上的笑容逐渐凝固，表情变得有几分尴尬。投票发起人我都还能看到，名字显示的就是刘波。大家都觉得我是在公司吃白饭的，我离开公司很合理。这时候服务员将咖啡给端过来，我喝了口咖啡，没别的事情，我就先回去睡觉了。我舒展了一个腰身。陈寻，高峰集团的单子你给我，于涛那边给你多少分成？我多给你2个点。你可真大方，我谢谢你了啊。丢下这句话，我看着刘波越来越难看的面色，我转身离开。我这人最讲究诚信，不然也不会在销售行业里干这么久，还立得住。既然答应和于涛合作，我就不会出尔反尔。离开咖啡店，我回到了卧室，回想我过去在刘波公司所做的一切，忽然觉得这一切挺不值得。我原本以为这边的事情已经结束，没想到第2天，刘波又带着吴经理上门来给我道歉。吴经理没有之前的嚣张气焰，我和他见面的次数本身也不多。他在我对面坐了下来，脸上带着尴尬的神色。陈寻，这次的事情是我对不住你，开除你的事情和刘总没有关系，都是我擅作主张。投票的事情也是我想出来的主意，你要是有什么怨气，都可以撒在我身上，千万别拿公司单子的事情赌气。赌气？没错，你和刘总并肩作战，将公司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高峰集团这个单子对公司很重要，你要是将单子给了别人，那就等于是毁了你们共同奋斗的公司。吴经理似乎在和我打着感情牌，只是这一番话说下来，让我忍不住笑了。他们开除了我，现在倒是将我一切过错都推到了我身上。刘波也说道：陈寻，我这次让吴经理给你道歉，也是表达我的诚意。至于别的条件，我们可以重新谈，提成的点我还可以再给你加几个点，另外股份也可以多给你一些。2人盯着我，等着我的回答。我轻笑了声，看着2人。刘总，我现在已经不是你们公司的人了，你说的这些东西我都不感兴趣。2人的神色一凝，面色有些难堪。陈寻，真的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吗？刘波从嗓子底发出了一道不甘心的声音。我点点头，算是给了肯定的回答。你们要是没别的什么事情，现在就可以走了。我下了逐客令，刘波和吴经理对视了一眼，
最后二人也不再说什么，从屋内离开。等他们走后，屋内恢复了安静。第二天，高峰集团的王辉就给我来电话，说上午10点的飞机，我中午就赶赴了机场接人。接到人，我喊上于涛一块，在饭店吃了顿饭，大家畅聊了一番，晚上就直接签下了这一笔合同。于涛心情大好，一个劲地喊着我陈老弟，他拍着胸脯和我说道：放心，以后有哥哥我，一口汤喝就绝对少不了的。我听着这些话也只是笑了笑，对于生意场上他们说的这些话，我可不会当真，毕竟合作5年的人都没将你当回事，才刚合作1次的人说的话怎么能相信？应酬结束，回到家已经是晚上12点多，我倒头就睡。第二天我接到于涛的电话，于涛告诉我，陈老弟，这次分成的钱已经打到你账号上了，你查看一下。好，和他闲聊了几句，我很快挂断了电话，然后我就打开了自己的账户，查看了一下余额，看到上面显示的数字，我还是有些震惊，这一笔的分成就超过了我这几年在刘波公司拿的所有提成了。看到这笔钱，我忍不住笑了，想着这5年在刘波公司劳心劳力的付出又算得了什么？有了这笔钱，我就开始筹划自己公司的事情，但真正让我下定决心的是那天晚上接到的一个电话是厂里的老质检员赵叔打来的。赵叔今年50多了，在刘波的厂里干了快10年，话不多，但人实在。我跑业务那会儿，每次样品出问题，都是他连夜帮我盯着返工，从没抱怨过一句。小陈啊，赵叔的声音在电话里有些沙哑，听说你自己干了。赵叔，您怎么知道的？我有些意外。嗨，这圈子才多大？他干笑了2声，随即沉默了几秒。我就是想问问，你那边要是缺人，能不能考虑考虑我？我知道我这把年纪了，比不上年轻人手脚快，但我这眼睛还没花，产品好坏我一眼就能瞅出来。我心里一酸，赵叔是厂里的老黄牛，如果不是实在没办法，他绝不会打这个电话。赵叔，您那边出什么事了？电话那头传来一声长叹，原来刘波为了缩减成本，开始打老员工的主意，先是降薪，然后是跳岗，变着法儿逼人走。赵叔因为顶撞了吴经理一句质量是命根子，不能为了省那几毛钱用次料，就被记了过。这个月的工资直接扣了1/3。小陈，我不是图你那点钱，我就是心里堵得慌。咱们当初从一个小作坊干起来，靠的是什么？不就是良心吗？可现在，人心散了。挂掉电话后，我坐在床边很久没动。那一夜，我想了很多。我想起自己这5年，想起的不只是自己的委屈，还有赵叔他们在车间里熬红的眼睛。想起送货司机老李，无论多晚都随叫随到。想起财务的小周，为了给我们及时报差旅费，自己贴钱垫付。刘波和吴经理对不起我，但这个厂子从来不只是他们2个人的。第二天一早，我给赵叔回了电话。赵叔，我这边公司刚起步，庙小，给不了您原来那么高的工资，但我向您保证，在这里质量就是命根子，这句话永远算数。电话那头，赵叔的声音有些哽咽。小陈，不，陈总，我信你。赵叔是第一个来的。后来陆陆续续又来了7、8个人，都是当初在厂里踏实肯干却被排挤被边缘化的老同事。他们不是冲着高薪来的，他们是冲着那口顺心的气而来的。看着这些熟悉的面孔，我忽然觉得肩上的担子不一样了。以前我是为自己争一口气，现在我得为跟着我的这帮兄弟姐妹争出一个未来。我租了一个不大的办公室，挂上了成巡商贸的牌子，成字是我自己加上去的。做人做生意，丢了什么都不能丢了诚信。开业那天没有花篮，没有鞭炮，赵叔他们几个把办公室的玻璃擦得锃亮，把地面拖得一尘不染。中午大家围在一起吃盒饭，赵叔举起一杯茶对我说：小陈，咱们这些人的饭碗就交给你了。我端着茶杯，看着这一张张充满信任的脸，重重地点了点头。放心，有我一口吃的，就绝不会让大伙饿着。咱们从头再来，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干出个样子来。那一刻，办公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那掌声不大，却像一团火，把所有人的心都烧得滚烫。我知道，从今天起，我不再是一个人在战斗。大概1个月后，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是我之前带的徒弟沈星打来的。沈星在电话里说要请我吃个饭，我之前和沈星的关系也还算不错，他也是手把手带出来的徒弟，业务能力不错，于是我也没拒绝。我来到沈星约好的地方，到了地方发现这家餐厅档次不错，消费也不低。沈星看到我来后，很快站起来和我打招呼：师傅，这边。我听到沈星喊我师傅，我微微愣神了几秒，我摆摆手：我已经不在那家公司，也不是你师傅了，你还是喊我名字吧。师傅，你别这么说，你一日是我的师傅，就一直是我的师傅。我听到这话忍不住想笑，他很快就将菜单递给我。师傅，你看看想吃什么，点菜吧。我打开菜单看了眼，上面就没有低于3位数的价格，在这种地方吃一顿可不便宜。
我将菜单合上。吃饭就算了，说正事吧。沈星听到我的话，稍微愣神了几秒。什么正事？我今天就是来和师傅你吃个饭，闲聊闲聊。我直接起身。你要是没什么正事，我先走了。沈星看到我要走，明显着急了几分，他很快站起来拦住了我。师傅，你先别走，我这次的确有事情来找你。说，我也懒得废话。师傅，你走了之后，我们厂子不好过。原先本来以为拿到了高峰集团的单子，厂子就可以安然度过今年。可现在高峰集团的单子被于涛的厂子做了，现在新签的单子根本就不够厂子做的。然后呢？我说道。我目光盯着沈星，沈星深吸口，师傅。我听着沈星一口一个师傅，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忽然觉得有一些反胃。我打断沈星，你别喊我师傅了，你再喊的话，我可就走了。沈星脸上很快就露出了一丝尴尬的之色。好，我不喊师。现在刘总那边是希望你能回去，我们厂子这些人签单子的能力加在一起都不如你。他说了，只要你回去，愿意给你20万的年薪，往后的单子提成比之前多3个点，并且还可以给你副总的职位。至于上班签到，你想来就来，不来就随你自己。沈星一口气将这些条件给说了出来。我抬手轻轻扣动着桌面。你觉得我该回去吗？这条件不错了。是啊，陈哥，我觉得你可以回去，现在厂子没你真不行。按照这样的情况下去，厂子很可能撑不过1年。我喝了口水，嘴角露出了一丝笑容。那也和我没关系，我已经被公司开除了。我说着话，准备起身。沈星说道，这厂子也有你的一份功劳，你真的打算见死不救吗？厂子的死活和我没关系，另外厂子也不是你的，你将刘波的话带到就可以，其余的话你一句都不要多说。我说道。可是，我立即打断他，没什么可是的。师傅，我听说你打算自己创业开公司，不然我跟着你去你的公司吧。沈星话锋一转说道，我的业务能力虽然比不上师傅你，但勉强还可以。我听到沈星的话，忍不住笑了。如果我没记错，当初公司投票开除我的人当中也有你一个吧？沈星面色顿时难看无比，他僵住在原地。师傅，这件事我可以解释的，当时是被逼的，都是吴经理让我这么干的，说我不这么干，到时候就不给我提成。你不用解释。我没理会沈星，直接转身离开。接下来的日子，我不再关注刘波的公司如何，完全投入到自己的创业当中。经过2、3个月的筹备，我的公司是开了起来。以前的不少老客户都到了现场给我祝贺，并且当场就送来了一些单子。我将一些单子立即就签给了于涛。收到单子的于涛自然是兴奋的不行，在我的公司忙前忙后，完全我的公司当成他自己的公司一样。开业当天，刘波也来了。他送给我一个花篮，和我说了一些祝福的话。别人来祝贺我，我也不好赶人离开，还是让人接待了刘波。开业结束后，所有的人都先后离开，最后就剩下了刘波没走。我从公司出来，看到刘波站在门口。现在的刘波看起来已经没有当初时候的意气风发，相反，一副胡子拉碴的感觉，给人的感觉带着一些疲惫在里面。陈寻，不对，我现在应该喊你陈总了吧？我扫了一眼刘波，轻笑了声，你喊我什么都无所谓。刘波对我说道，可以和我聊几句吗？我看着今天刘波还特意来给我祝贺，就说道，行，聊聊吧。陈寻，之前的事情是我做的不对，我在这里和你道歉。刘波似乎喝了点酒，面色带着一丝红润，他朝着鞠躬道歉。我闪身避开，他像是没发现，仍旧鞠躬。我也没拦着他，这是他欠我的。我这几年为公司不知道贡献了多少，结果他作为公司的既得利益者，还主动在群里发起开除我的投票。我忽然觉得这件事很可笑。陈寻，我以前不知道你对公司多重要，以为公司离了你，公司能照常运转，并且还能省却一笔不少的钱。可谁知道公司离了你还真转不了。以前厂子里几十条生产线，现在已经停工了大半，不少员工都失业了。刘波和我絮絮叨叨说着这些话，我听着却没有多大的感受。说实在的，我没什么兴趣和刘波说这些废话。他现在一副可怜的样子，可他意气风发的将我开除的时候，可没想到我是什么样的处境。俗话说得好，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眼前的刘波就是这种人。刘总，你要是没别的事情说，我今天忙一天了，我要回去睡觉了。刘波抬眸盯着我，他眼睛里有血丝绽放出来，很明显，他这段时间应该是吃不好睡不好。陈总，他喊着我，我大步离开，回到家里准备休息。大概又过了1周的时间，我接到了吴经理的电话。电话里他和我说道，陈寻，你做人不能这么绝情吧，现在厂子真的要濒临倒闭了，这个厂子也是你和刘总的心血啊，你真的就这么冷血吗？再这样下去，之前的投资人也要撤资了，到时候厂子真的要倒闭了。吴经理完全是一副责怪的口吻，好像厂子倒闭是我一手造成的。我有些不爽地说道，吴经理，你是不是搞错什么了？我现在已经不是你们厂子的人了，我被你们开除了，你们厂子怎么样和我有关系吗？你们厂子要倒闭了就找我，赚钱的时候就开除我，真将我当傻子玩呢。
我也是来气了。吴经理听到我回怼的话，明显懵住了几秒。陈寻，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厂子里几百人都要失业了，你现在手中单子这么多，你能不能给一些单子给厂子，交给厂子做？就算我求你了，我求了你好不好？你给个机会行不行？吴经理求人的声音从对面响起，可我听着他不像是求人的口吻，给我的感觉倒像是命令我一般。这样行不行？你不是恨我吗？当初是我开除你的，我现在从厂子里离开，你就不要针对刘总和厂子，可以了吗？吴经理继续说道，我却直接挂断了电话，并且将吴经理的电话给拉黑。他还真将自己当回事了，我单子多就应该给他们厂子，那他们赚那么多钱，也不见得将赚的钱都给分一些。还有这个吴经理总自以为是，我的耐心基本上都被他们消耗完了。拉黑吴经理后，我本以为这件事就彻底翻篇了，可几天后，我收到了一封信，不是电子邮件，是那种手写的，装在牛皮纸信封里，通过快递寄过来的信。信封上的字迹歪歪扭扭，像小学生写的。寄件人是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名字。我好奇地拆开信，里面掉出几张皱巴巴的信纸，还有几张10块、20块的纸币，总共大概有100多块钱。信的开头这样写道：陈寻大哥你好，我叫周小军，你可能不认识我，我是刘波厂长那个厂子里的流水线工人。我心里一动，继续往下看。我写这封信是想跟你道个歉，上次在群里投票开除你，我也点了同意，可我发誓，我当时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吴经理跑到车间里，拿着手机挨个让我们点，说是厂里的决定，不点同意就是不支持厂里工作，这个月奖金就没了。我们这些打工的哪敢跟经理对着干，我们甚至都不知道那是投票要开除谁。后来我们才知道，是把你给开除了。你是个好人，以前你每次出差回来都会给我们带点当地的特产，虽然不值钱，但我们都记着。有一回我孩子生病住院，你还让赵叔转交给我200块钱，我一直想还你，可你不收。看到这儿，我的眼眶有些发热。200块钱的事我早就忘了。现在厂子快不行了，好多人都走了，吴经理也走了，听说去了别的厂。刘总天天在办公室里喝酒，我知道我没资格求你什么，我就是想说声对不起。这100多块钱是我和车间里几个还在的弟兄凑的，不多，是我们的一点心意。我们知道你现在是大老板了，不差这点，但这是我们欠你的道歉。如果你不嫌弃，以后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我们肯定去。信的最后是7、8个歪歪扭扭的签名和一片深浅不一的红手印。我把信看了3遍，然后小心地把它叠好，放进了抽屉里，和那份8000万的合同放在一起。当天下午，我开车去了刘波的厂子，厂子比我上次见到的更加破败了。门口的老头认得我，叹了口气，摆摆手就让我进去了。我没去办公室，直接去了车间。车间里冷冷清清，大半的机器都停了，只有角落里还亮着一盏灯。几个工人正在那里检修一台老设备。周小军，我喊了一声，一个瘦高的年轻人抬起头，看到我愣住了。他大概25、6岁，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脸上沾着油污。陈大哥。他有些不知所措，手里的扳手差点掉地上。旁边几个工人也围了过来，脸上都带着复杂的神情，有愧疚，有期待，也有不安。我走过去，拍了拍周小军肩膀上的灰，信我收到了，钱我收下了。周小军眼圈一下子就红了。陈大哥，别说了，我打断他，然后看着这几个工人，我现在公司缺人，缺信得过的、踏实肯干的人，你们谁愿意来的，我欢迎。工资比这里只高不低，但我丑话说在前头，跟我干就要守我的规矩，产品上谁都不能打折扣。几个工人对视一眼，几乎没有任何犹豫，纷纷点头。周小军摘下眼镜，用袖子使劲擦了擦眼镜，大声说：陈大哥，我们跟你干。后来我了解到，周小军虽然学历不高，但他在设备维护和调试上是一把好手，很多老师傅都夸他有天赋，只是以前在厂里，像他这样没背景没学历的年轻人根本得不到重视。我把他们几个人都安排进了我的新团队，赵叔带着他们手把手的教，一点一点的磨。我看着这支由老弱病残组成的杂牌军，心里却充满了希望，因为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都憋着一股劲，这股劲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而是为了对得起自己流过的每一滴汗，吃过的每一份苦。大概又过了半年的样子，我们的公司的规模比先前增长了好几倍，从最初的10来个人，现在已经上百号人，单子也越来越多。我开始着手打算建立自己的厂子，当然直接去建要花不少钱，但是如果收购或者租的话，会划算很多。于是我发动公司的人去寻找合适的厂子。我知道公司要发展的更大，就必须走这一步。大概在1周后的某一天，我的一个员工兴奋地找到我：陈总，我找到了一处不错的厂子，现在这家厂子濒临倒闭，正在寻找收购方，你要去看看吗？行，去看看吧。
我也有些高兴。这1周来看了不少场子，都有些不合适，要么是价格过高，要么是地方太远。但这次找的场子就很符合我各方面想的。我听着员工所讲的内容，很快就坐上了他的车，赶赴到了现场。只是车子距离场子越来越近，我忽然觉得越发熟悉，这不就是刘波的场子吗？我到了之后，发现场子门口显得有些破败，往常门口都是停满了电动车、自行车，还有小汽车，可现在门口什么都没有，只剩下一个年纪比较大的老头在看门。我的员工很快上前和老头打了声招呼，老头就放我们进去了。再次回到这个场子，我心绪万千，不过我也不会因此觉得有什么不好的。这家场子的各种条件的确也符合我的需求，我没有理由将一家符合我需求的场子给拒之门外，这样做不专业，也不符合我发展的需求。我的员工还在绘声绘色给我介绍着这家场子，我却很快打断了他的话。好了，我都知道了，你不需要介绍。刘波干笑了声，目光直接忽略了员工，落到了我身上。陈寻，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员工看到我们俩打招呼，脸上露出了意外之色。陈总，你们认识啊？算认识吧，我说道。员工也识趣，很快说道：那陈总、刘总，你们自己谈，我就先出去了。等员工走后，刘波和我说道：真是没想到，这家厂子最后还是你的。做生意而已，你这厂子的确符合我发展需要，你开出的价格我觉得没什么问题，我愿意签下来。好，我也愿意卖。合作愉快，我说道。我们爽快将合同签了。我正要走的时候，刘波说道：陈寻，我们再聊聊吧。没什么好聊的，都过去了。我往外走去，可走了没几步，身后响起刘波的声音：陈寻，我最后悔的事情就是开除你。我顿住了会，但没有任何停留，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我不会再回头看了。从刘波的办公室出来，天色已经有些暗了，冬日的天黑得早，厂区的路灯还没来得及亮起来。我站在办公楼前的台阶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有一股熟悉的机油味，混着泥土和铁锈的气息。这股味道我闻了5年，曾经它让我觉得踏实，后来它让我觉得屈辱，而现在它闻起来像是一种尘埃落定的平静。赵叔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一件军大衣给我披上。陈总，天凉了，别冻着。我裹了裹大衣，笑着说：赵叔，您还是叫我小陈吧，听着顺耳。赵叔也笑了，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叫习惯了，改不了口。对了，朱小军他们几个把车间里的旧设备都清点了一遍，有不少还能用，保养一下，跟新的一样。这帮小子劲头足着呢，说一定要把这厂子重新盘活了，不能让外人看笑话。让他们别太拼命，身体要紧，我说道。劝不住。赵叔摇摇头，语气里却满是欣慰。小陈啊，你可能不知道，对他们来说，这里不只是个干活挣钱的地方，这里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你把这根保住了，他们就把命交给你。我没有说话，只是用力地点了点头。晚上，我请所有员工一起吃了顿饭，不是什么高档餐厅，就是厂门口那家开了10几年的小饭馆。以前我跑业务回来晚了，经常在这里对付一口。老板老孙头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笑着迎上来：小陈，你可算回来了，今天想吃点啥？老规矩，红烧肉、酸辣土豆丝，再来个蛋花汤。我笑着说：好嘞。老孙头答应着，又压低了声音问我：听说你把那厂子盘下来了？我点点头。老孙头竖了个大拇指，这个，然后转身进了后厨，菜上齐了，满满一桌子。赵叔、周小军、老李、小周，还有其他20几个员工，把小小的饭馆挤得满满当当。我站起来，端着酒杯，看着这一张张熟悉又陌生的脸。各位，我清了清嗓子，今天我把咱们之前的厂子买回来了。从明天开始，他不姓刘了，他姓陈，但光靠我一个人撑不起这个厂子，所以他也不姓陈，他姓大家。我把丑话说在前头，接下来这段时间会很苦，订单要抢，设备要修，客户要重新谈，可能要比以前在刘波手下的时候还要累，还要难。有没有人想退出的？现在说还来得及。没有人说话。周小军第一个站了起来，举起酒杯：陈哥，我们不怕苦，就怕干得没劲，干得窝囊。跟着你，再苦再累，心里舒坦。对，心里舒坦。其他人也纷纷站了起来。我看着他们，喉咙有些发紧。我举起酒杯，一饮而尽。酒很辣，心里却很暖。3个月后，厂子全面恢复了生产。第一批产品下线那天，我亲自守在流水线旁边。当第一件成品从传送带上下来，赵叔拿起来，戴上老花镜，翻来覆去的看了3遍，然后抬起头对我重重的点了点头。